你知道台湾的车价是世界第6高吗？不只要缴纳关税的进口车价格偏高，连 MIT 的国产车也偏贵。为什么长期受到政府扶植的国产车却打不出什么价格优势，甚至还经常被台湾人诟病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台湾国产车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说起台湾的国产车，大家对他们的印象都没有到太好。许多人诟病呢，近几年国产车的价格竞争优势越来越小，类似的车款呢，国产车没有比进口车便宜多少，配置做工却不如进口车。另外呢，像纳智捷这样子的国产本土品牌却连年的亏损，发展不太起来，甚至还时不时的爆出一些负面传闻。像有网友爆料说，同样的纳智捷车款，国外卖的价格呢比台湾本土便宜1/3。那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呢，像 MG 这类的台湾代理引进的中国品牌车因为价格便宜、性价比高，开始越来越受到台湾车友的欢迎。MG 销量呢也连年攀升，打入了销量榜的这个前6名哦，市占率也突破了5%。但就是在 MG 越卖越好的情况呢，经济部却颁布了提升国产车自制率的新规定。这个规定呢，说是有利于保护本土的汽车工业，但一些消费者却批评这个规定根本就是冲着 MG 而来的，害大家买不到便宜的车子。今天的主题呢，是我们的会员投票选出来的题目，我们会来聊聊国产车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台湾人爱不起来，经济部颁布的自制率新规定是什么，为什么它会引起不小的争议。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有做网站的需求，但不知道怎么样挑选厂商才能够建立好用又有创意的网站吗？那找拥有全方位专业、拿过多次国际大奖的简讯设计准没错。如果你有海量的资讯，不知道怎么样梳理，简讯设计不但能够替你精炼成好读易懂的视觉化内容，还能够替你客制化界面，搭配好操作的管理后台，创造体验更流畅、维运更简单的官方网站。如果是有宣传的需求，却不知道该怎么样创造声量的活动网站，简讯设计的企划团队呢，能够帮你找到贴近社群热度的沟通方向，透过故事化、游戏化的互动体验，让你的议题被更多人看见。不论呢你是想要打议题、卖东西、做品牌、南瓜网站技术、行销设计、插画、动画一条龙服务的简讯设计，都能够量身打造出最适合的网站。有需求的公司、品牌还有行销伙伴们呢，欢迎到我们的官网了解详细的案例，还有服务的介绍，并在新年度抢先来信洽询吧。2021年的媒体调查显示台湾的平均车价是全球第6高，仅次于挪威、瑞士、丹麦等等的高物价国家。尤其像是进口车因为要扣关税啊、货物税、营业税等等呢，总计高达54% 的税，进口到台湾的卖的这个价格可能比原产地贵1半以上。一台国外卖100万的车呢，在台湾可能要卖150万以上。进口车的价格偏高，另外一边的国产车，台湾人也不太偏爱。许多人觉得类似规格的车呢，国产车配置跟做工品质比不上进口车，价格却也没有比进口车便宜太多。这让许多人质疑国产车不用缴关税，又受到了政府的扶持，价格为什么却压不下去？甚至还有人说这是在故意的坑杀台湾的消费者。那说到国产车，大家的第一反应通常呢是像纳智捷这样子的台湾自创品牌汽车。那其实不用进口课关税的车子呢，都是国产车。那符合这个概念的，除了台湾本土品牌以外，外国品牌但是在台湾制造跟组装的呢，广义上面也都算是国产车。比如呢，和泰代理的这个日本品牌 Toyota 等等，因为有台湾公司代理引进，又是在台湾组装出厂的，所以这些也都算是国产车。那在这2类国产车当中呢，台湾本土品牌其实一直发展不太好。像裕隆汽车推出了纳智捷曾经10年亏损近1000亿。纳智捷呢还曾经被网友爆料说，同样的车款在台湾本土卖87万，但是在杜拜却只要48.8万，让人质疑是不是刻意把台湾人当盘子。而另外一边，台湾代理制造的外国品牌汽车，虽然在销量上面，像和泰、Toyota 这样子的车呢，在台湾的销量长期稳居前3，但同时也仍然呢有很多人觉得 MIT 的配置品质不如国外制造，而且国产车与进口车的价差越来越少。他们觉得，与其买国产车，不如多加一点钱买进口车。那在这些种种质疑之下呢，20多年来台湾国产车的市占率也一路的下滑。2000年时，国产车的市占率高达了80% 以上，但如今呢，却只有50%。而且许多业内人士预测，国产车市占率呢，在未来很有可能会被进口车赶超，甚至呢，还有人说国产车将在5年内玩完。那究竟国产车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竞争优势不在呢？
许多的媒体分析这可能是因为国产车的生产成本一直压不下去，台湾国内的市场小，国产车的年产量不高，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呢，台湾本土汽车工业也难以形成大规模化的生产供应链，这也进一步的导致了单辆车的生产成本较高。而且在产业规模化不足的状况之下呢，就也很少会有厂商愿意投入资金跟技术去研发核心的汽车零件。目前台湾汽车零件厂商呢制造的大部分都是技术难度没有那么高、成本相对较低的零件，但像是汽车的灵魂如引擎变速箱，大多呢还是要从国外进口。那这些进口的零件呢也会被课关税，导致制造国产车的成本进一步的提升。另外，台湾缺乏汽车制造的核心技术投入，也会让消费者觉得国产车呢在性能设计、配置上面不如国外老牌的汽车公司。国产车呢在消费者心中也就缺乏了高级可靠的形象，难以形成品牌影响力。因此，当两者价格接近时，消费者就更愿意选择进口品牌。那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呢，国产车也就陷入了价格竞争没有优势、品牌口碑也拼不过别人的境地当中。而在传统国产车陷入困境的同时近年来呢，一些来自于中国但在台湾制造的汽车品牌，凭借着高性价比的优势，在台湾突然大受欢迎。比如呢，像是 MG 汽车它原本是英国品牌，但是呢，在2005年被中国的厂商收购，成为了中国品牌。2022年台湾中华汽车代理引进 MG 汽车，并且在台湾组装贩卖。MG 汽车的零件呢，大部分是从中国进口的。因为中国的零件生产成本低比起许多使用 MIT 零件的国产车，它更有价格的优势。也因此呢，从 MG 被引进开始，它就凭借着这个高性价比，在台湾的销量一路攀升。2023年时 ，MG 品牌在台湾的总挂牌数达到了13791辆，较前一年呢增长显著，成为了台湾汽车市场上面呢成长最快的品牌之一。2024年的月销量排行榜上面呢 ，MG 汽车也多次跻身前6。但销量不断攀升的同时像 MG 这类的中国品牌，台湾制造的汽车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比如呢，有些立委指出，台湾现行政策禁止中国汽车整车进口，但厂商呢却可以透过进口大部分的中国零件，再在台湾组装的方式，让中国品牌汽车在台湾化零为整，变成国产车进行贩卖，这可能呢就有走政策漏洞的嫌疑。那对此呢，前一段时间经济部也颁布了调整国产车自制率的新规定。许多人认为呢，这个新规定就是在针对像 MG 这样子的中国品牌汽车。去年8月，经济部公布新规定说，国产车零件的自制率在3年内呢要逐步的提高，最终呢达到35%。在此之前呢，国产车的零件当中，对于使用台湾本土厂商的比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新规定公布之后呢，今年要上市贩售的国产车本土零件比例的使用率至少要达到 15%，3 年之后甚至要达到 35%。另外呢，经济部也表示这一次的新制主要是针对有中国背景的车，只要国内业者引进的车款当中，如果有包含中国和他国合资的品牌、中国并购的国际品牌、在中国生产的国际品牌、中国本土品牌等等，这些呢都将被纳入新制的管制范围内。如此一来之后有中国背景的国产车的贩售将受到不小的冲击，因为这些品牌的汽车大多非常仰赖从中国进口的零件，较少使用台湾的本土零件。比如先前在台湾市占率一路攀升的 MG 就因为这个政策暂时停售。MG 旗下的电动车 MG4 已经暂停接单，并且呢开始被迫调整零件的供应链，从而符合新的自制率要求。许多人分析呢，新规定颁布之后，像 MG 这样子的品牌，因为要更多的使用价格偏高的 MIT 零件，也就难以继续的维持他们的价格竞争优势。那因为这个样子，这个自制率新规定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许多人担忧他们可能会买不到便宜又大碗的车了。有些人觉得呢，自制率规定提升之后，原本像 MG 这类的车呢，可能会被迫提升价格，消费者也就更难买到高 CP 值的车了。那有些人指控呢，这个政策就是政府在打压中国品牌，图利特定的厂商。因为像和泰代理引进的这个日商国产车，原本呢就使用比较多的台湾本土的零件，中国零件用的比较少，所以在这波变动里面，他们不太会受到影响。但中国品牌受伤，这些竞争者就有相对的优势。但是呢，也有不少人认为这个自制率的新规定很不错，因为它可以弥补原本国产车政策当中的一些漏洞。比如呢，原本国产车的这个定义较为模糊，这样许多全部都用进口零件的车也能够算作国产车。而且呢，这也可能进一步的让原本理论上面禁止进口的中国车变相的进入台湾市场，低价竞争，扰乱原本台湾的市场秩序。而且也有人认为这样子的政策呢是有利于保护本土的汽车零件制造商，让他们更有竞争优势。长期来看呢，这也有利于台湾本土零件供应链、汽车工业的发展。
在进入观念以前，我想要先特别的感谢志祺的所有会员哦，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而且今天这支影片的主题就是会员投票选出来的哦。所以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或是有特别想要讨论的议题，都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每个月跟大家一起讨论票选有兴趣的主题。好的，那话说回来哦，这一次我们研究国产车跟前阵子的自制率新规定之后呢，发现其实不少人觉得某种层面上面呢，自制率新规定有许多合理的地方，比如它能够补足国产车的定义，防止中国品牌车大举的侵台等等。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发现这个政策引起了不小的反弹声浪。除了部分的民众觉得这好像是政府在刻意的针对像 MG 之类的中国品牌，另外呢，还有很多的反弹声浪可能是隐含着大家长期对于国产车的不满。像是有许多人觉得说，政府长期都在保护国产车，但这么久发展下来，国产车不仅品质上面没有竞争过别人，价格也没有优势。那这样子的长期情绪之下，政府又颁布了一个看起来像是更加保护国产车的政策，就会引起不小的反弹。甚至还有人会希望干脆取消关税，全面的开放进口车、中国车进来，民众能够买到更便宜的车，国产车说不定也能够在竞争压力下提升发展的速度。那这种对于国产车恨铁不成钢的情绪，其实我们也都很有同感。不过在研究台湾的汽车产业状况之后呢，我们发现台湾国产车发展的不够好，其实背后的因素非常复杂，这可能不单纯的是保护过度造成的，也有着台湾本土市场不够、生产规模化不足等等的复杂问题。不过无论如何，民众有这些强烈的不满情绪，代表这个议题确实需要更多的讨论。那当然，我们自己呢并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所以也希望透过这支影片抛砖引玉，让更多人关注到这个议题，并且汇整出更多可能转化成实际政策的想法。那也欢迎对于这个议题了解的观众多多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哦。最后也想要问问大家，要买车的话，你会选择哪种车呢？进口车虽然贵一点，但品质更好，比日系品牌国产车虽然配置没有进口车高级，但相对的经济能够负担。C、MG 等中国品牌车性价比最高。D、纳智捷支持台湾本土品牌。一起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呢，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台湾国产车的发展状况。此外，也可以点这个地方看台湾车价为什么这么高，以及德国汽车为何被质疑品质下滑。那么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这么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